嗨，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钓鱼生活家，我是大轩哈。上个月啊，我去了一趟美国啊，在美国那个钓具店呢，有看到一些蛮有趣的东西的。因为我去美国钓鱼的时候啊，他们的钓鱼的导游啊，有给我用了一样东西啊，我觉得也蛮有趣。虽然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啊，它这个橘色这个浮球啊，这是他们比较新款设计的浮球。那我在那边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浮球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买了大、中、小。它有大、中、小，我是买了中的跟小的回来试试看。那这个球呢，我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类似这种落虫钓上面，来看看说，在钓全仔会不会比较敏感啊？或者是它会不会比较好用？那我在美国船钓的时候用的时候，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鱼来咬的时候，其实也都蛮敏锐的啦。我现在已经把它绑好了，绑在这个钓竿上面。待会到钓场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再做一点介绍。各位观众朋友，我刚刚试啊，我发现它都来追我这个浮球啊，它反而不咬底下的。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现在夏季啊，它不咬底下的虫子，反而一直来追这个浮球，真有趣。我来换一下钓组好了。搞定，嘿嘿。这鱼就是这样，可恶！鱼就是又可爱又可恶，好玩。好，再来。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中了吧？这个在流里头了，不中，对不起自己了。它吃下钩，这一只吃短缩毛。这一只吃短缩毛。不对，它吃上钩，但是没咬准，被我的下钩勾到了。被我的下钩勾到了。你看，它吃上钩就没咬准，被我下钩勾到尾巴了。哎呀，对不起，赶快起来，赶快，对不起，勾到尾巴了，我把它放掉。对不起。别动，我赶快把你放掉，才不会那么痛啊！好吧，既然这样子，没办法，我也不想。勾到尾巴了，勾到尾巴一点点，还好。好了，放你回去了哈，来，拜拜。哇，中了！果然 side fishing 也是很有效的哦。中了！哎呀，他就是想吃饭嘛。不小啊，这一只。47、8了。不小，哇，这个不小了哦，差不多快50了。
来量量看。没有，差一点点，大概48、49，大概48、49，我猜的。虽然还不错啦，但也蛮大只的啦。耶！我来量量看看它多。钩子都是没有倒钩的哦。看看哈，没有，大概48、49，差一点点，可惜。好了，好，我们来放鱼啊，放鱼哦，头家放鱼喽。来，去吧，去吧，拜拜。底下是有鱼的哦。呵呵，丢到对面石头上，结果掉下来的时候，蹦一下，它就掉到石头上面掉下来的。好聪明啊，捡从岸边掉下来的虫啊，好聪明啊，不过不大啦。都是这种小小的，都是这种小小的，看，都是这种小小的，别动，别动，来，来，这鱼哦，挑竿呢，它吃。在岸边上面掉下来的，没丢。中，一个小小水花而已就中，不过不大只啊，小小水花。小小水花。在水下咬，哎呀，降普，追星，呵呵，小追星，还你。超聪明的，就在那个底下，有看到？鱼就在这个缝里。要把毛钩打到那个缝里。它也不追出来，你看它，它就在那个阴影底下。哈哈，聪明，在那边飘，有看到无两只？中，追出来吃，你看，只要丢进去，它就追出来吃。丢了进去，它就敢追出来吃。在那个缝里面，哎呀，脱钩了，算了，它就在那个缝里面，在那边飘，丢进去它就来吃了。中，游出来，追出来吃。不过最近都小只的，奇怪，怎么都这么小只哦？我上次去大甲都大只的，这次来都是小只的，这个都小只的，奇怪了，感觉都是2、3年生的鱼。来，拜拜。躲在那个石头缝里。这个时候，大轩看到了一只约50公分的卷仔，在这里载浮载沉。
中来了，果然来了，都看到你了，一下去就中了，还不来，哎呀！40几个，这鱼实在太精了，精到，哇，这只50的，有，这只是50的了，哇，等它等好久，看它在那边游，来，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大？在那边等他，看到他了，等了他一阵子了，他才来。看他多大？这一只不小的，不小哦，这一只。今天的大哥奖大概就他了。接近，来量一下吧。这一只就可以量一下，值得量一下了。就这个，这个地形真是不太好量，拿去底下量好了。哎，拿去底下量。其实已经刚刚就有看到它了，在那边等它了。好，这个沙的地方，给它弄，我们来看看它多大。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多大只呢？这一只差不多50了，差不多。没有特别大，大概就是我在看起来感觉是差不多50左右。来，来对了，再耽误你一下时间哦，对不起啦，再耽误你一下时间。哎呀！耽误你一下时间，哎呀！别！大概这样子。哎呀，送了50点，快51了。来，证明一下，你看，从0这边开始，尾巴50还不到，刚好过50，还不到51，差不多。你看，所以我说。钓久了，自己有一种感觉，好，这个就可以给它放一下鱼了。其实我刚刚在那边呢，已经看到它上来好几次了，然后我也没有出手，我在等它浮起来靠近水面的时候，把你放回去了。好，来，回去吧。哎呀，兄弟，别来休息一下，呼吸一下，呼吸一下，哎，呼吸一下，对不起，呼吸一下，对，呼吸一下啊，可以吗？来，行了吗？慢慢自己回去哦。钓完了，我要慢慢走回去了。每一次来啊，状况都不太一样。今天来啊，只能说其实鱼蛮吃惊的。对于比较大一点的甲虫啊，落水，它会过来看，可是有的时候一落水它就跑，它就会很害怕，它跑掉。可见
这边呢，大家应该是蛮常来的啦，所以它对于重落水啊，其实是有警觉心的。所以我的毛钩从一开始用那个大的浮球，然后到后来换成大甲虫，然后甲虫发现大甲虫它会来咬，可是着钩率很差，它非常的害怕。后来看一下，然后就走，后来就撞一下就走，非常的害怕。所以从甲虫，然后又换到了降落伞。降落伞是今天算是钓的比较好的，因为它今天降落伞它落水的时候，我刻意加快速度，加快线速让它打水，因为降落伞本身就比较轻打，所以它打水的时候呢，溅起的水花也没那么大，比较像是我们的一般的昆虫落水这样子。那打下去了之后呢，飘得很自然，那个鱼来吃都吃得非常的干脆啊，上来这样子，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它通常就是都吃到嘴巴里，而不是吃到它的那个外面，所以代表说它吃的其实算蛮放心的。那所以他说，是钓卷仔，没有什么是一定是万能的啊，没有什么万能的或者是说什么一定是最好用的，没有，连我自己的钓卷仔的毛钩种类都很多。你看，以钓浮的，我就有甲虫，有石银，然后也有降落伞，降落伞也有分大的降落伞跟小的降落伞，甲虫也有大甲虫跟小甲虫，甲虫的绑法还有不同，石银的绑法也有不同，所以没有什么是一定咬或一定不咬的。这个，所以人家跟你讲说这个什么百面咬骨，这个是不可能的了。可以去尝试，比如说我们到一个新的场地，用甲虫去尝试，可以看看它有没有鱼啊，鱼愿不愿意来啊，这个是可以的可是要随着环境一直去调整，要观察你在一边钓的时候一边观察，奇怪它到底问题在哪里？有没有鱼？第一有没有鱼？那有鱼到底问题在哪里？是说人家今天已经先钓过了，还是说我们今天的钓组搭配对？像我早上的时候用那个浮球在测试这个浮球那在这个季节这样子搭配可能就不太好，因为它今天都是水表的菜，很喜欢从天空上掉下来的东西，所以在水底下的它反而就没那么喜欢，它就注意力都不在水底。那甚至有一只来咬我的浮球，你知道吗？来咬我的橘色浮球，所以它不是说所有的状况，我夏天也这样子，冬天也这样子，春夏秋冬都是这样子。然后呢，一款毛钩打一架，没有，绝对不是这样。这样子呢，你可能偶尔可以钓得不错，但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就会钓得不好。好啦。我又在试了这个线，真的不错。这个 19 Anglers 的这个绿色这个 MPX 真的是蛮好抛的啦。如果要抛甲虫，真的蛮适合的。但是如果你要抛降落伞的话，这个又有点大，所以没有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啦。就这样子。好了，那如果呢你们对于飞蝇钓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欢迎你们都留言给我啦。老样子。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麻烦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加开小铃铛啊！拜拜。